着？你什么意思？准备请你舅舅吃饭吗？你真不配做我舅舅。我还真不想当你舅舅，你根本就不姓易。等着吧，很快了，我一定会让你滚出易茂，离开易家。我来不是跟你废话的，我只是想提醒你，你背后的投资是万泽集团，万泽集团一直在费尽心机的压低易茂的股价，也是万泽集团处心积虑几次想借力收购易茂。这些你不知道吗？他们在利用你，利用的背后又是什么呢？不管怎么说，他们能帮我夺回易茂，而你们只会从我的手上夺走易茂。我跟他们之间什么关系，用不着你来操心，你就等着认输吧。进来，坐。找我什么事儿？易总，萧静萧总那边我已经完全拒绝了。融资这件事情，我不想再参与了。这件事情，本来我是想带着你分点好处的。既然你不想要，那我也不勉强你。这件事不用你拒绝。我肯定不会带你参与了。融资的事情先放一放，易茂的事情才是现阶段最重要的。我想你已经听说了，你现在要把主要的精力放到这件事情上来。可是我现在手头有工作，整个设计团队等着我定夺呢。我现在最关心的是要把易茂拿下来，其他的我不关心。你协助我把这件事情做好就行了。至于今后你想干嘛就干嘛，我不管你，好不好？我还有事。谢谢。这是我今天喝的第3杯了，还是感觉累。没想到易茂发生这么多事情。我最近公司医院两边跑，幸好你来了，我才出来透口气。陈姐，好好休息休息吧。肩膀能借我靠一下吗？我一直都想跟你好好聊聊，但是因为家里的事情，没有时间。可是现在要是不说，我怕晚了。你应该明白我是怎么对你的，我从来都没有逼过你。可是石简现在回来了，我坦白的告诉你，我心里压力特别大。如果你想离开易东的话，不想跟我哥合作，那你就离开，不用顾及我。你知道的，我一直都支持你的梦想。如果你有想出国深造的想法，我们可以去国外生活。我想你已经明白了我对你的想法。我现在真的没有时间，长篇大论的，一一告诉你我对你所有的情感。但是我知道，你应该明白。我不需要你现在给我答案，但是我希望你能认真的考虑一下我的邀请。
想好打给我。按照现在统计的数据，支持我们的股权占多少？董事长那边10%，两位易总加起来8%，加上一些股东、高管、投资人、投资机构，差不多23%吧。对了，易总您母亲那边还有2%的股权，是当年董事长留给他的。如果咱们可以争取过来的话，那就是25%。那易清东那边呢？据我了解的情况，差不多15%吧。差距不是很大，没有绝对胜出的把握。况且，这只是推算，中间是有误差的。万泽集团早有布局了，我这个傻哥哥真是为了自己被别人利用还不知道。我们先不说这些，目前，除了争取更多的股东来支持我们，还要尽可能多的去购买股票，绝对不能让万泽掌握了控制权。把所有能支持我们的股东的名单列出来，我们要一个一个去谈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股东大会最后定的是哪一天？下个月28号。还好，我们还有1个多月的时间，希望还能来得及。易清东那边肯定在做着和我们同样的工作，现在要比的就是谁的手快。小裴，咱们易贸除了内忧还有外患呢。你是说外资银行？保证金能不能够补足，直接关系到我们的话语权。保证金你不用担心，我来想办法。大家一起努力嘛。反正不管怎么样，无论是万泽还是境外资金，咱们易贸绝对不能落入别人的手中。我先走了。易总，现在这个局面，林西路那块地咱们还竞标吗？那块地先放一放，以大局为重。邱张2人有戏，孙经理估计是已经站在了易清东那边。他没有认真听我们提出的条件，显然心里边已经是有了定夺。董事长是我的大恩人，当初要不是他看好我、支持我，现在的我也不是这个局面，我的公司也做不了这么大。现在董事长需要我帮助，我义不容辞。那太感谢了，爸爸要是知道你这么支持他，一定会非常感动的。不过呢，现在市场的情况，你们都知道，我的公司也遇到了不少的困难。有什么条件您尽管提，我们一定满足。不愧是董事长的指定人选呀。好，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，来，干杯！谢谢。干！他说什么报恩啊？简直就是放屁！老狐狸落井下石，趁火打劫，这是。现在不是抱怨的时候，只要他们愿意支持我们，目的就已经达到了。至于过程，可以忽略不计。OK？ 要不要问问华谊那边？你要是开口的话，文文一定会答应的。行了，我明白了，那我再想想办法。我去医院了啊。那个，帮我照看着外公，我一有时间马上过去。安心做你的事吧，放心，他没事的。下1个月在哪里？啊，汇文大厦。
真是冤家路窄啊！不好意思，又让我们抢先了一步。我想你们还是没必要上去了吧？上去也是白跑一趟，何必呢？现在下结论有点早吧？我不是想帮你们省点力气吗？听说灵溪路那块地，你们易茂地产已经退出竞标了。易总当年的霸气都去哪儿了？怎么能那么轻易放弃呢？依我说，从最开始啊，你们就不该参与竞标。你们参与进来玩到最后，也是给我们易东陪跑啊！易总，要不我让司机把车开过来，咱们直接去下个地方吧。上去，能争取的绝不放过。你怎么来了？是外公出什么事了吗？你别紧张，你外公现在还好。这几天他的病情已经稳定了。你这2天没有去医院看外公，也没有回外公家里住，我担心你，所以过来看看你。股权的事情还顺利吗？我要说一切顺利，那是自我安慰。易茂集团是你外公辛辛苦苦打拼下来的江山，现在集团处在危机的时候，只能靠你替你外公守住这江山了。他曾经最希望帮他守住江山的是你。我辜负了他老人家的期望。我知道，你不会让他失望的。不管结果如何，我尽量坚守住过程。这是股权无偿转让书，让受人的名字写的是你。我现在唯一能为你和你外公做的，也就是这件事了。你这么做，希望我怎么样呢？30年来，我在你的人生中是缺席的。我是未遂不合格的母亲，无论我做任何事情都无法弥补，这一点我很清楚。我这么做，不是求得你的原谅，我也不期望你能原谅我什么，因为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而已。你还记得你小的时候在香港的街边特别喜欢吃的鱼丸吗？我试着给你做了一些。我知道你不喜欢吃香菜，所以我就没有放。希望它能让你想起你小时候的味道。忙归忙，注意身体。
邓总，这可是之前说好的事情，怎么能说变就变呢？您告诉我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，我来解决。喂，怎么了，易总？邓总变卦了吧？他的股份对我们来说很重要。再想别的办法吧。苍蝇不叮无缝的蛋。这个易新东还能有什么办法？肯定是下三滥。不说这个了。目前我们的差距有多少？之前是5%，现在就不清楚了。把资料收好了，我们车上看。易总，您都好多天没有好好休息了，眼睛里全是血丝。咱们到目的地还有一会儿，要不您先睡一会儿。开你车得了，我用不着。易总，怎么开到这里来了？张凯约的你。他也是怕你绷得太紧，心情不好，所以让你来这儿透透气。最近可能是对他太过纵容，他以为把你约过来，我心情就能好了吗？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，就算你把我当成陌生人，我也没有办法不把你当朋友。董事长，情况稳定了没有？暂时度过了危险期，不过还没有完全醒过来。那股东大会的事情进行的还顺利吗？我会一毛过来帮你吧。现在正是一毛和你最需要人的时候，虽然我也不一定能帮上什么大忙，但起码我可以是你值得信任的人。不需要。这种时候，可不可以收起你那一点点傲娇呢？作为狮子座的属性，可不可以不要都用到我身上？如果你是为了帮我，那就更没有必要了。如你所说，你帮不上什么大忙，反而会添乱。你现在说什么，我都不会和你较真儿。况且，之前一直都是你在帮我忙，现在是时候该我来回报你了。我巴不得你欠我一辈子呢，还不上，我就永远是你的债主。一毛现在大局未定，前途未卜，我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把你拖下水呢？你那个时间归位的计划进行的怎么样了？正好相反，好像一切都在朝着反方向越来越坏的发展着。叶嘉诚被我小姨攻克了。这么多年，他和伊比亚真的没有在一起吗？我还以为他们……你不用以为。叶嘉诚的心里肯定有你，要不然凭我小姨那么优越的条件，他为什么要好这么多年？虽然我不愿意承认这一点。你真的这么以为吗？你回来了，我小姨紧张，怕你跟叶嘉诚重归于好，所以火力全开。我并不知道他和伊比亚有没有真的在一起，而且
这个跟他是没有关系的。那问题在哪儿呢？我以为，只要让时间和未来的记忆归位，一切就可以变回原来的样子。我希望跟我在一起的，是未来那个可以坚持自己的梦想，为了自己的理想而不断去打拼的嘉诚。可现在这个好像不是，像是完全变了一个人一样。那我问你，你爱的是你记忆当中那个叶嘉诚，还是现在这个叶嘉诚？我的爱直接，没有复杂，也并不骄傲。我爱你，因为我不知道，除此之外，还有什么其他选择。如果我都不是我了，你跟我在一起还有什么意义啊？可是你迟早都会成功的，这些我都是见证过的，你信我好不好？你不要跟我说那些所谓的未来，我受够了。如果不是因为你的出现，这一切甚至不可能会发生。如果我没有离开藤间院，如果你没有喜欢上我，说不定我们两个还在自己不同的人生轨迹上。我太了解你了，只有设计出好的作品，你才会有自信心，你才会更有成就感。如果这是4年前，我应该会说出和你一样的话。可是我已经不是当年成建院刚刚毕业的那个新晋设计师了，我现在背上背负着很多其他的责任还有义务。那你的初心呢？世界不是停止不动的，时时刻刻都在变化的，时间都不是未来那个时间。你为什么要求现在的叶嘉诚要变回未来的叶嘉诚呢？确实是，连我都已经不是原本的我了，嘉诚又怎么会是原本的嘉诚呢？所以，又是我再一次的一厢情愿了，是不是？你这一次比上一次醒悟的要快。行了，不说我，也不说你的烦心事儿，咱们两个安安静静的就在这儿待一会儿，也挺好。他终于睡着了，多亏了你。易总已经很多天没有好好休息了，我也不敢多说什么，说多了他就发脾气。你多绕几圈吧，我生怕我下车一动又把他给吵醒了。师姐，你能回来，真好。我的确回来了，可我期待的那个世界，什么时候才能归位？你回来了，等你很久了。怎么不打电话给我呀？我想亲眼见到你。你那天说的话一直在我耳边回响。那天是我太冲动了，我不应该凭自己的想象去评判你，不能我认为你是什么样子就应该是什么样子，你就应该是你自己。其实你说的那些话，我也一直在考虑。
我只是没有正面去面对。我就知道，你不会没有感觉的。可我不是为了那笔回扣在纠结。我知道。小姐，你要知道，近5年的努力，我走到今天不容易，我不想这么轻易的放弃。我好不容易拾起的自信和骄傲，感觉我现在只要一松手，一切都回到了原点。我不想失去这种成功的感觉。如果这是唯一通向成功的道路，那这样的成功，不要也罢。总不能为了成功而放弃自己最基本的底线吧？我可能的确离自己的轨迹越走越远了。我不相信你真的忘记了自己的初心，我更不相信你会成为易京东那样唯利是图的人。你做不出那样的事情。谢谢，谢谢你这么诚心的支持我，相信我。你要知道，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，也没有人是不犯错的，但问题就在于知错能改。到底是果断放弃，还是固执下去？这不就是人生给我们每一个人的考题吗？答应我，不要为了那些所谓的成功，就放弃了自己最宝贵的东西，好不好？外公，终于醒了。刚刚我都听说了，易某的情况怎么样了？爸一醒来就问了公司的事情，我也是不得已才说的。外公，不会有事的，您放心吧。你们先出去一下，我有话对小佩说。走吧。有件事情我一直没跟你说过。秦东成立易东的时候，我担心他在外面出事，所以我暗中找人查他。你去联系这个人，他手上有秦东害怕的东西。真的没想到，这些东西还真能用得上。忙了一辈子，就出这样的畜生。幸好有你在，拿到东西以后，你怎样处理都行，不要顾及我，我就当没有过这个儿子。你怎么现在才来呀？你不知道今天的会议很重要吗？你知道我们大家等了你多长时间啊？等了你1个多小时。你别以为这段时间我让你3分，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。不好意思，大家久等了。易总，从今以后，你也不必再让着我了。什么意思？5年前，我答应您来易东地产的时候，我的目的非常明确，我就是为了领鸟。
我当时给自己的要求也非常清晰和明确，我只想做一个让自己值得尊重、敬佩的建筑设计师。然而5年后的今天，我发现我离自己的目标越来越远。最近我一直在考虑，到底是你说的那些道理才是世上唯一的法则，还是我自己坚持的才是对的？来的路上，我终于想明白了，我纠结来纠结去，无非是害怕失去那些已经得到了的东西。然而这些东西真的能够支持我去追寻我自己的理想还有价值吗？不仅没有，它反而让我自己迷失了自我。叶嘉诚，你说那么一大堆，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？啊？我要辞职。你说什么？人生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，我已经浪费了一个5年，我不想再这么继续浪费下去了。有些话想清楚了以后再说。除了易东以外，市面上没有一家地产公司能给你现在的位置和薪酬。我想清楚了，我心知肚明。叶嘉诚，我告诉你一句实话，要不是看在我妹妹的面子上，你以为凭你的能力能做到今天的位置吗？你也太自不量力了吧！少做一点白日梦，对你有好处。我真希望您能早一点说出这些话，这样我就能早一点看清事实。再见，一祖。叶嘉诚，我告诉你，出了这个门你就别想再回来。我求之不得。你约我到这儿来，不只是来看风景的吧？我知道一苗现在情况危急，我不应该在这个时候给你添麻烦。但是有些话，我真的很想跟你说清楚。那你有答案了吗？我从移动辞职了。你终于做了这个决定。易东的确不太适合你，尤其是我哥现在这个样子。说实话吧，我也不希望你留在那儿。当初进易东就是为了灵鸟，可是现在灵鸟建成了，我却觉得自己越走越偏。我想是时候跟自己做一个了断了。辞职，就是为了跟过去告别。我希望自己能有一个新的开始。我可以陪你去国外，可以在那边开一个建筑事务所。只要你需要我，无论你去哪儿，我都会陪着你。我懂了，你要告别的不只是易东，还有我。莉亚，我希望我们俩能够做朋友，那种彼此依靠、彼此信任的朋友。可这个朋友不能再进一步吗？是因为时间吗？原本我以为他走了，只要我通过我默默的努力，爱情的天平总会倾向我这一边。
所以我从来都没有逼过你。我希望通过时间可以拉近我们的距离。可是酒会那天，师姐她突然出现了，我看你看她的眼神，那一刻我就明白，我这么多年积攒出来的希望，时间就没有了。碧雅，已经做好决定要跟他在一起了，是吗？当樱花落地，让我亲吻你，我们的爱情